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您有没有发现中国这个11长假有点不对劲？有人在车站突然倒地，有人在高速上吐血，有人在办公室里猝然离世，救护车的警笛成了假期的背景音。同一时间，税务部门启动金4系统查个人账，连普通上班族都被点名补税。而在山东的音乐节现场，围栏被推倒，人潮失控，5万人蜂拥而入。这一切像不像一个压力测试？休假的人却像被迫参加一场全国范围的压力演习，一级、税级、人群级。这个假期的3重警讯正在暴露一个真相：中国社会的临界点比想象中更近。今年的11原本该是出门旅游陪家人放松的假期，结果成了一场突发事件连播。10月2号，北京丰台火车站，一名男旅客在出站口售票厅内突然倒地，目击者称他疑似突发心脏病，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并实施初步急救。救护车赶到后将患者送往医院，经初步诊断为心脏病发作，目前仍在抢救中。浙江省人民医院同一天深夜，一名50多岁女性突发持续胸痛，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陈雪酱介绍，患者出现严重胸闷、呼吸困难，经心电图和肌钙蛋白检测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抢救及时，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广东沈海高速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内，一名男子突然大量呕血，并陷入半昏迷状态，同行者紧急报警。救护人员赶到后，发现患者呼吸急促，面色苍白，生命体征不稳定，经紧急救治，目前患者情况暂时稳定。江门市基层岗位，当地一名公职人员林大卫，59岁，中共党员，任凤巢社区挂点领导，在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短短几天，多起突发疾病事件接连发生，从火车站到高速路，从医院急诊到基层岗位，让公众不免心头一紧。人们开始思考，为何类似事件越来越频繁？是巧合，还是潜藏某种规律？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质疑声迅速蔓延，一种说法特别引发共鸣。这轮突发疾病潮或许与过去几年全民接种的防疫措施存在关联。那个曾多次被压下的敏感议题疫后健康效应，如今再度被推上舆论风口。网络上免疫反应争议与健康危机的讨论热度持续升高，有网民将部分突发个案与早年接种行为联系起来，怀疑某些副作用可能在长期累积后才显现。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生活压力过大、作息紊乱、饮食失衡以及环境污染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在海外社群平台上，一位名为吴王吴地奥喜特战旅的用户发文称，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异象潮。他列出了一份突发疾病名单，收录了今年1月7日至3月2日期间由路媒公开报道的多起猝逝或重症案例，详细标注了性别、年龄、职业与病因。该用户指出，31岁到50岁是高发年龄段，从地方官员到普通市民、学者、网红、演员，几乎都有案例出现。虽然这份资料仅来自公开报道，但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引发广泛讨论与不安。除了中老年人群外，年轻人的突发疾病也成为焦点。社交媒体上甚至流传00后健康风险上升的说法，引发巨大争议。虽然这些数据尚未获得官方证实，但大量转发与讨论显示，公众对青年健康状况的忧虑正在持续升温。舆论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2个层面：一是民众对防疫后长期健康状况的敏感与疑虑；二是当代年轻人在高压社会下的心理负荷、生活节奏与亚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在讨论区里，
不同观点激烈碰撞，有人认为这是免疫系统反应延后的结果，也有人坚持是压力型疾病与环境负担的综合作用。评论区里一条条留言写满焦虑与怀疑。疫情过后，身边出现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真的变多了，是不是我们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长期压力和焦虑比病毒更可怕。无论真相如何，这场围绕突发疾病、疫后健康争议与年轻人早逝现象的舆论风暴已成为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生命安全的恐惧，更反映出疫情阴影之后人们对身体、制度与真相的集体追问。以往，税务稽查似乎只针对公司或大老板，但2025年的趋势显示，普通个人的所得税也逃不过中共金税4期系统的监控。10月6号，浙江税务局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名在深圳、重庆多家公司任职的纳税人，3年总收入大概58万元，结果没按规定申报个人所得税，虚报子女教育、住房扣除项目，最后被追缴税款加罚款，共36773元，金额不算惊人，但信号很明确，中共现在查税已经查到普通职场人身上了。所谓金税4期系统，简单讲就是一个超级税务大数据平台，它能把你的工资收入、社保、公积金、银行流水、公司报表、用工记录和信贷记录全部交叉对比，联网分析。杭州财税顾问周先生说，以前公司可以帮员工做些补贴、报销、分拆工资，现在呢，这些都能被查出来，就连你虚报子女教育、住房贷款，系统也能通过数据模型自动识别。根据多地税局公告，从2025年起，个税将是重点核查对象，尤其盯上以下几种人：一、在多家公司领工资的人；二、一边做个体户一边仍是职工的人；三、虚报家庭扣除项目的人；四、挂职领顾问费、兼职收入多的人。这些都会被系统自动标记为风险用户，进入稽查名单。可怕的是，个税稽查和信用系统绑定，不只是补税，还可能影响你的一生。而且税局也不是1年查一次，而是每月都有稽查行动。为什么查个税？因为当局太缺钱了，房地产崩了，地方债压顶，民营企业活不起来，税收空洞越来越大，怎么办？就向普通人身上动手。财税专家指出，这场税务风暴其实是一场精准人头管理的升级。你赚多少，花在哪里，收入来源、资金流向、跟谁合作，在金税4期系统眼里全都是透明的。中国的税务环境正走向监控体系，不再只是财政问题，而是政治工具。金税4期的背后，不是中共放你一马，而是盯上了你的一举一动。同样在10月6号至7号，山东日照海龙湾的一场新青年音乐节也成了社会热议事件。原本只售出1000张票，却吸引约5万人涌入，现场大量无票观众推倒护栏冲入会场，安保几乎无力控制。想象一下，一场音乐节卖了1000张票，结果现场来了5万人。没错，这不是段子，是山东日照新青年音乐节真实发生的事。网友直呼最狠逃票现场，从下午逃到晚上还能全身而退。现场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大量无票观众直接推倒护栏涌入会场。网友拍摄的影片显示，白天晚上都有护栏被推翻的场景，一群人疯狂冲进场地，大叫奔跑，安保人员完全挡不住，现场秩序几乎失控。有人开玩笑说，这音乐节不是卖票的，是比谁逃得快。有参加者表示，检票口挤满了人，黄牛带人强充卡，不管有没有票，全都硬闯进场，结果导致现场超员严重。有人说，
出不来也进不去，脚都不沾地了，被人潮挤着走。说是3万人场地挤了8万人。这样的情况不光是逃票，简直就是大型失控现场。不光是现场混乱，周边居民也很有话说。因彻夜不断放歌放音响，住在附近的人表示根本无法睡觉，晚上跟打仗一样，一直吵到凌晨，不光扰民，还有安全风险。这场逃票音乐节背后，其实藏着值得深思的现象。首先是经济压力大，很多人可能连门票钱都舍不得花，但又太需要放松和情绪出口，有了机会就一窝蜂涌进去。其次就是民众对规则的藐视，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因此，这不是单纯一场安保失败，更像是压抑社会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释放。从突发疾病到舆论风暴，从税务稽查到音乐节失控，2025年的11长假不只是偶然现象，更像是时代压力的集中投射。面对年轻人早逝的恐慌，以及社会制度的严格审查，公众的担忧与不安显而易见。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健康安全与制度透明度该如何平衡？公众的情绪与权益又是否能在制度、经济与社会压力中得到应有保障？或许我们无法立即揭开所有谜底，但至少需要认真反思社会的发展与个体的安全健康究竟应该如何兼顾。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开启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